蓝忘机和蓝曦臣坐在宾客席那里，等待着新人入场。金光瑶坐在旁边，嘴角带着温润的笑，看着倒是有些怪怪的。蓝曦臣明显察觉到了自己弟弟有些心不在焉，开口道：“忘机，可有心事？”蓝忘机摇了摇头，他只是有些担心魏婴。蓝曦臣自然是不信的，又问道：“是魏公子？”蓝忘机不语。蓝曦臣笑着摇了摇头，他这个弟弟自小就不爱说话，什么心思都要靠猜。蓝曦臣之前在射日之争的时候就察觉到了一些，只是没有明说。蓝忘机声音淡淡却坚定异常：“兄长，我想带魏婴回云深不知处。”蓝曦臣一下子就睁大了眼睛，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没有想到他这个弟弟居然是这个心思。只是蓝忘机下一句话就把蓝曦臣拉回了现实，可他不愿。说到最后语气竟带了些委屈。蓝曦臣这下真的是惊讶了。温情刚刚把魏无羡喊起来，看着外面的天气，心里忽然就有一些不祥的预感。他摇了摇头，希望是自己想多了。魏无羡在伏魔洞弄一些小玩意，他近来也是闲得没事干，就搞这些小玩意打发时间。最近的天气一直不好，虽然乱葬岗常年阴气沉沉，不见阳光，但是魏无羡在乱葬岗这么久了，邪祟早已经镇压的差不多了。乱葬岗虽然还是阴气沉沉，但是最起码不像之前那样让人上一次乱葬岗就怕自己的小命忽然没了那么心惊胆战了。这时乱葬岗半山腰忽然传来了一阵阵喧哗，乱葬岗原本就安静，这喧哗声在这寂静的乱葬岗显得格外的刺耳。魏无羡好像听到了一丝声音，拿着东西的手微微一顿，差点掉下去。自己想多了吗？魏无羡还没反应过来，温情就开门进来，语气带着慌张：“魏无羡，下面不知道是谁带头，带着仙门百家部分弟子冲上乱葬岗了。阿宁刚刚发现了，趁现在他们还在半山腰，你赶紧走。”哐当一声，魏无羡手里的东西应声而落，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温情赶紧把魏无羡拉起来，语气急促道：“魏无羡，你快走吧，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你现在跑，估计还能护着你肚子的孩子一时。”魏无羡刚站起身，小腹忽然传来了一阵剧痛，疼得魏无羡立马叫了一声，额头立马就腾出了汗。温情连忙问道：“魏无羡，你怎么了？”魏无羡想起刚刚温情说的话，冷笑了一声，但是语气发颤：“温情，你想得太好了，他们不单是冲着你们来的，也是冲着我来的。”说完就呼出一口气，小腹疼得他脸色发白，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往下坠一样。温情看着魏无羡的情况不对，忽然看见了魏无羡脚下的血迹，脸色也白了，道：“魏无羡，你早产了。”魏无羡心里已经猜到了，他现在疼的一句话都不想说，心里暗暗想到：小崽子，你怎么这么不会挑时候出来？温情把魏无羡扶到床上，称为神医的他现在也有些束手无措，显得手忙脚乱的，整个人焦急的不行。我没有接过声。魏无羡头上的冷汗已经把额头上的头发浸湿了，他疼得摇了摇头，声音颤抖：“接，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出来。”温情没有办法，只能想起医书的记载，道：“好，魏无羡，你忍着点。”魏无羡感觉小腹一阵比一阵疼的他五脏六腑都要移位，骨头都要断了，他勉强的呼吸，想使劲把孩子生下来。温情手脚忙乱，嘴里喊道：“魏无羡，你要使劲，不能泄气，听见没有？坤泽生孩子本来就难，要是有钱缘在身边倒还好，但是现在蓝忘机不在，只能靠魏无羡自己一个人。”魏无羡双手死死地抓着床单，抓得指尖泛白，他呼吸急促，他肚子疼得根本就用不上力气。温情看着也着急，到现在孩子的头还没出来，这样下去，孩子会窒息在肚子里的。魏无羡，你现在必须使劲，孩子的头还没出来，你不想让你的孩子死在你腹中吧？魏无羡听到温情道话，眼神难得恢复了一些清明，他不能让他的孩子死在腹中。他使劲地抓着床单，呼吸往下压，想办法把孩子推出去，下体已经开始出血了，但是温情走不开，没有办法帮魏无羡止血，只能祈祷魏无羡赶紧平安地把孩子生下来。要是韩光君在就好了。照现在的情况，魏无羡能不能平安地把孩子生出来还是一个难事，
而且有可能会大出血。温情看着魏无羡现在出血情况，脸色越来越白。魏无羡已经因为失血过多陷入了半昏迷，他想睡过去，但是肚子一阵一阵的剧痛让他不得不清醒。鲜红的血顺着床板往下滴，像是一条蜿蜒的小溪。温情是大夫，看着面前的场景也不由得一阵心寒，原来一个人可以流这么多的血。躺在床上的魏无羡脸色发白，呼吸微弱，他微微睁开眼睛，眼角流出一滴泪，张了张嘴巴，无声地喊了一声蓝湛。魏无羡这几天都被蓝忘机养娇贵了，明明之前修轨道的时候比这疼多了，现在不就是生个孩子吗？下边太疼了。魏无羡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他小声地说道：仔仔你快出来吧，爹爹已经没力气了，你父亲没在身边，你快出来吧。说到最后已经没声音了，外面的人已经杀到了乱葬岗了。魏无羡听见声音了，温宁在外面苦苦支撑着，他不能让这些人进去。原来带头来乱葬岗的正是姚宗主，有人告诉他们魏无羡这个坤泽居然怀孕了，怀孕的坤泽怎么可能与他们抗衡？再加上魏无羡手中的阴虎符诱惑力太大，姚宗主就召集了仙门百家商讨要怎么讨伐魏无羡。姚宗主势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小家族有很多，被姚宗主这样一召集，居然也有不少人，到底是阴虎符对他们的吸引力大，再加上他自己一个人不可能有这个胆子，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怂恿。他们上了乱葬岗的时候，并没有发现魏无羡，倒是这个鬼将军拦着他们，不肯让他们往前一步。姚宗主眼里闪着兴奋的光，他早就看不惯这个魏无羡了，现在终于有机会亲手把他杀了，简直是畅快人心。只要魏无羡死了，那阴虎符不用说也是他的。一想到阴虎符，姚宗主眼里贪婪的光就再也遮挡不住。而此时的金陵台，江厌离和金子轩刚入场，在一片祝福当中，蓝忘机不知为何心里一悸，白皙修长的手一晃，茶杯就掉在了地上，发出来一阵清脆的声音。蓝曦臣发觉到了蓝忘机的不对，不由得喊了一声忘机。蓝忘机愣了一下，才应了蓝曦臣一声。蓝曦臣见蓝忘机居然愣神了，心里更是有些疑惑。而这边江厌离和金子轩拜完堂刚想入洞房，不知是谁无意说了一声：咦，这江家大小姐和金公子大婚，这姚宗主怎么没来？他平日里不是最喜欢招摇耍风头了吗？旁边那人小声地说：我听说呀，那姚宗主带着一些弟子前往乱葬岗围剿魏无羡去了。